老公的白月光的老公为了救她，淹死了。老公为了报恩，把白月光和他儿子接回了家里。老公和婆婆还以死相逼，要我把工作给白月光。我把耗子药递给他们，吃这个见效快。亲爱的朋友，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，偶然翻开一本旧书，指尖触到泛黄的纸页，突然就想起某个午后，阳光透过窗棂洒在书籍上，连灰尘都在光束里慢慢飘。那时的时光好像特别慢，慢到能把书中的每一句话都嚼出味道。欢迎来到时光书房，喜欢我的朋友欢迎点击订阅分享。那我们故事开始。我是个乡下人，能嫁给老公祁红兵这个城里人，纯粹是我脑子好。6年前，也就是1969年，老公看上了我隔壁屋的张思思，但张家要高价彩礼，老公家不肯出。老公和张思思就出了个主意，趁着村里放电影的时候，他们俩睡一起，这样张家不嫁也得嫁了。要是背上了乱搞男女关系的名声，两家都毁了。他们这两个大聪明，是要以身犯险威胁张家人。他们这聪明绝顶的计划，被割猪草的我听见了。我先找到了张思思，让她给我10块钱，不然我把她的计划抖出去。她爸妈要是知道，一定会把她打得半死，再去找老公算账。张思思含恨给了我10块钱，我以为这件事我能占的便宜就到这里了，没想到隔壁村有个当兵的人出息了。荣归故里，家里正在给他找媳妇去随军。放映电影时，本来应该张思思自己喝的那杯酒，他给了隔壁村那人。张思思扶着隔壁村那人去了队里收粮食的仓库。老公还不在状态，他找了半天张思思，找不到，就问我。我给他指了张思思进去的那屋。没一会儿，就传出了张思思的尖叫声。当兵的和老公打了起来。老公以为张思思被欺负，当兵的以为老公和张思思一起算计他。张思思明显是被老公也来了吓到了。我在门口守着他们，我准备讹他们一人300块，不然他们仨传出一起搞破鞋的名声，那他们别说前途了，他们就得被批斗，住牛棚。300块他们拿得出来，一人300，我就得900，我这辈子稳了。等他们仨打累了，我推门进去，我还没开口说话，身后就传来村长大叔的声音：周家丫头，这么晚，你来粮仓干嘛？村长大叔身边还跟着村里其他几个大伯。有个大伯说，周家丫头肯定也是听到有贼人的声音，要进去看看。另一个大伯说，丫头拿着锄头，看到贼人，一锄头给锄下去。屋里的另外3人都惊恐地看着我，我也惊恐地看着他们。我是个老实的农村姑娘，所以我立刻就尖叫说，大伯，真有贼儿！他们3被我五花大绑。因为我最年轻，干活也麻利，那几个村里的大伯自恃身份，不愿意干这个活儿。张思思先开口，各位大伯，我不是贼，我是和爱国哥商量结婚的事。张思思冲我使眼色，还比了个5的动作。我不知道是5块还是50块，所以我没理。我给他绑起来的时候，他说，帮我，给你50块。我小声鄙夷，你有50块，我头拧了给你。李爱国就是那个当兵的。他沉声对我说，姑娘，你给我们作证，我们3人一起给你500块。如果他们俩不出钱，我一个人出，再打断他们俩的狗腿。旁边的老公急急点头，保证给钱。虽然比预期的少了些，但他们被批斗，我毛也得不到一根。所以我好心道，500不好分，你们给600吧，一人出200，好计算些。他们愣了愣，
点头同意了。我绑着就挠挠头，对几个大伯说：“大伯，他们好像不是小偷。”几个大伯看着我：“这位同志。”我指着老公说：“他是找厕所。”我给他指了粮仓后面，结果他跑里面来了。我指着张思思和李爱国，他们俩好像是在谈恋爱。我在后山听到他们俩商量彩礼的事了。连同村长在内，总共来了4个老头。他们生气地说：“不能乱搞男女关系，要是我们生产大队得不到先进，看我罚张家挑1年大粪。”几个人走了，我给他们解绑。他们走了，当然不是因为我的说辞，而是我说那几个人出100块钱，让我们放了他们。村长也怕不是小偷，涉及作风问题，连累村里和他这个村长，就同意了。他们几个还挺守承诺的，给了我600，我又给那几个老家伙1人20，大家都夸我懂事。结果张思思赖上了李爱国，李爱国必须娶她。老公心灰意冷，和张思思赌气，向我提亲。谁不想嫁城里人啊？张思思的彩礼是300块，我的彩礼是380块，就是要老公要压张思思一头，我都要高兴死了。我爹娘给了我200，让我自己存着当提己钱。和老公结婚后，我对他的情商表示理解，在我的温柔安慰下，他越发对我愧疚，出钱给我买了工作，我的户口也迁进了城里，吃上了商品粮。我们生了2个儿子，1个女儿。生了孩子后，老公他妈也来了城里，帮我带娃。他妈刚开始以为我好拿捏，月子里把我的鸡全吃了，汤都不给我留。还说她怀孕生孩子，哪做了什么月子，大冷天也去洗衣服，说我矫情。那时候我已经有了工作，准备休息1个月就去上班的。我怕她，我直接把她打了一毒。他妈告状，我说我娘家兄弟有5个。老公第一次猛拍桌子，问我什么意思。我拿了菜刀出来，给了对门邻居2块钱，让他去我村里叫我娘家兄弟过来。我老公被打得鼻青脸肿，再也不敢对我大小声了。我对我的生活挺满意的，我归咎为运气好，有私房钱，老公的工资每个月也交给我。婆婆虽然不喜欢我，但不敢大声说话。老公虽然对我有所忌惮，但我都不管他思念张思思，他对我也有感激和一定的感情。我的工作也很顺利，老公在机械厂上班，我在供销社上班，直到李爱国退伍，调回了镇上工作，张思思也跟着回来了。我老公便时常回村里，说是帮我爸妈干活，实际上就是为了和张思思会面。听我妈和嫂子们说，张思思嫁给李爱国后，2人关系很冷淡。张思思生了1个儿子，和我家大宝一样大，都是5岁。当年他们请了村里一个大娘去帮忙带孩子，那大娘和我妈关系好，我妈就知道了张思思的情况。李爱国心里估计有刺，觉得被张思思设计陷害了。2人在一起后，张思思什么都要吃最好的，穿最好的，还自觉是官太太，在大院里趾高气扬的。2人因此吵架很多，关系也不好。张思思还要给娘家寄钱，每年必定回娘家，大包小包，就为了扬眉吐气，让他爸妈巴结他。李爱国经常出任务，2人少有的相处时间都用来吵架了。后来李爱国受了伤，断了1条腿，又退伍，天天被张思思嫌弃，日子更加没法过了。最新的消息是，张思思和李爱国要离婚。我妈的意思是要我看好老公，不过男人这东西能看住就有鬼了。老公的心早就飞走了。我在思考要不要举报他俩乱搞男女关系时，就听说老公落水了。
来报信的人火急火燎，我也只能让婆婆带着孩子吃咸菜就窝窝头。没办法，只要婆婆做饭，必定要节约，尤其是老公不在的时候。我本来还想把那条好不容易买的猪肉，趁老公在休息日又回农村时吃掉呢。我把肉锁了起来，骑着自行车去乡下了。池塘边围了不少人，老公浑身湿漉漉，看起来惊魂未定，而旁边还躺着一个人，就是李爱国。他已经没了呼吸，我都震惊了。现场只有张思思和我老公，他们俩说是我老公掉进湖里，李爱国去救他，结果李爱国体力不支，没能上来。李爱国为了救老公，死了。老公是彻底不归家了，帮着处理后事，帮着张思思找李爱国的单位谈补偿。但这件事很诡异的是，一般家人死了一个，单位出于关心，都会对留下的孤儿寡母给予一定的照顾。这年头，最好的照顾就是给一份工作，就算是临时工也是工作啊。但李爱国的单位给了工作，最后却落在了李家老大的手里。张思思不仅没得到工作，还被扫地出门了，他还带着他儿子。而他之前花钱大手大脚，工资又不是特别高，根本没存下来钱。我都看不懂这个操作了。从张思思费心嫁得更好来看，她就不是个爱吃亏的主。她为啥要在婆家受这么大的委屈？不过李家的操作也能猜到一二，因为李爱国在李家就是爹不亲娘不爱，要不是快饿死了，他也不会去参军。可惜他人一死，他的妻子倒不说了，因为他本来也打算离婚的，但可怜他儿子了。那孩子和我儿子还一般大呢。不过我很快就没心思可怜李爱国了，因为老公把张思思和他儿子带回了家里。他说：“周静，思思是你的好姐妹，她现在没有住的地方，我把他们带回来了。”我瞪着他，老公一脸被我打死也要让他们在家里住的样子。我充满了怨气，因为家里吃的本来就不够，经常吃馍馍，自己都养不活，哪里能养另外2口人？而且张思思还是农村户口，她根本就没有粮食定额。她和李爱国关系闹得僵，都要离婚了，谁还帮她办户口啊？而且她也没有工作，没工作就不能有户口。但看着李爱国儿子李长征的可怜样，我又把话憋了回去。我只说只能住几天。老公没说话。家里房子也不够住，房子是老公单位分的，只有2个房间，1个客厅。做饭在走廊做，厕所在走廊尽头，是现在大家都想搬进来的筒子楼，热闹得很。我和老公带着3宝睡，3宝现在才2岁，大宝和2宝跟着婆婆睡。好在2个宝虽然和婆婆睡，但天天都会汇报婆婆有没有说我坏话。现在张思思和小长征来了，他们2个就睡客厅。晚上，老公回到房间，很认真地对我说：“周静，你把你的工作给思思吧，她不能没有工作，你就算没了工作，也还有户口，还能领到粮食。没有工作，就意味着没有工资，还得在家里做老妈子。”他还以为我是刚进城，需要求着他帮我弄工作那会儿呢。我静静看着他，不说话。他继续说：“你知道的，思思是我多年来的执念，她过得不好，我心里跟猫抓一样难受。我只帮她这一次，以后我再也不会想着她了，行吗？”我不说话。他又说：“这么多年，我对你不薄吧？花钱给你买工作，带你进城，给你办户口，你在家里也没受气，现在就是你报答我的时候。”我说：“如果你想帮他，你就把你的工作让给他，你回家来吃白饭，我也不会介意。还有，我在外工作，
在家做家务，带孩子，我还给你生了2个儿子，1个闺女，你老齐家的香火都是靠我传的。你别拿其他说事，就是那家老祖宗都得感谢我。他家就他1个儿子，上面6个姐姐。刚开始结婚，他回家就颐指气使，一脸我要伺候他的表情。嘿，可不巧了，他是家里唯一的儿子，我是家里唯一的女儿。等他和我回娘家，我几个哥哥愣是把他按着，把所有家务都学会了，才放他回来。他要生气，就问他是不是开不起玩笑，看不起农村人。老公的脸红脖子粗，蒙住脸就睡觉。第2天，他又旧事重提，婆婆也加入了劝说的行列。大宝已经告诉我了，老公和婆婆商量，先把我工作弄走，然后和我离婚。他们俩受够我了。他们看中了柔弱的张思思，一个是旧情难忘，尤其旧情人知道错了，前一段婚姻还不幸福；另一个是想想儿媳妇的福，不想被儿媳妇压着。中午吃饭的时候，老公说，如果你不把工作给思思，我就死在你面前，看你一个女人怎么靠1份工资养活3个孩子。婆婆接着说，我也死了算了，天天被儿媳妇甩脸色，这日子活着也没意思，我看你一个人怎么又上班又带孩子。张思思在旁边焦急柔弱。我放下筷子，去锁着的抽屉里拿出了1瓶耗子药。我啪一声放桌上，道，吃这个，死得快。老公和婆婆不说话了，家里气氛低迷。见他们俩不吃耗子药，我又把药锁柜子里了，钥匙只有我自己才有。吃了饭，我带着3个孩子出门。老大去幼稚园，老2、老3去托儿所，我下班了再接回来。一出门，就瞧见对面的单身汉郑建国正鬼头鬼脑地看着我们这边。这个郑建国结过2次婚，但都没孩子。和他离婚的前妻和前妻迅速再嫁，都怀孕了。事实证明，他就是不能生。但谁提他不能生，他跟谁急。他爷爷以前给他算过命，说他这辈子有3儿1女。有孩子这事成了他的执念，逢人就说，我这辈子是儿孙满堂的命，你帮我说个媳妇，我肯定能生。之前还有人给他介绍对象，虽然他不能生，但他条件真的好啊。他是家里老小，爹妈都还在，但跟着他大哥就住隔壁筒子楼。他爹妈把自己分到的2室1厅给他住。他又离婚了，对比现在好多人家，一家子10几口人挤在2间屋里，客厅里打地铺都睡得满满当当的情况，他自己一个人住2间屋，多奢侈啊。他长得还挺好看，身高挺高，估计175以上了，白白净净的，跟玉面书生似的。他工资还高，在机械厂做高级工程师，1个月85块钱。我和老公加起来工资都没他高。据说他婚姻不顺，就把时间用来学习考试了。不过他工资再高，大家都同情他，将来还不是便宜了别人，没自己的孩子怎么行？但最近郑建国萎靡不振了，这里就没秘密，就像我家的事，没一个人不知道的。同样，郑建国去北京确诊了他不育的事，也跟风一样传遍了楼里的每一个角落。见我们出来，郑建国目光痴迷地看着我3个孩子，说，真羡慕洪兵啊，自己3个孩子，这家里又来了一个。他是魔怔了。我拉着几个孩子要走，他忙说，周同志，我想摸摸你孩子的头，听说这样能生孩子。我震惊地问他，你结婚了？他摇头，我先准备着。我无语了。他挨个摸了一遍，又问，大宝、2宝、3宝，跟叔叔回家，做叔叔家的孩子好不好？大宝、2宝坚决摇头。
三宝吸溜着口水，好。他一个人吃饭，他老娘又不上班，平时供销社有啥好东西，他家总能抢到买到。大家都在一个筒子楼住着，做啥都看得到，真是太招仇恨了。小孩子就很喜欢去他那里讨吃的。三宝脸皮最厚，经常做饭就站在他锅旁边，目不转睛看着。他总会夹一块肥肥的肉塞三宝嘴里。其实我也想去他家的锅灶边等着里，肉那么香，1个月才能吃一次，谁不想吃啊？老公发了工资后莫交给我，我问他，他说他自己要花。然后大宝跑来告状，妈妈，爸爸给长征买糖吃，不给我们。我还看到他给思思阿姨钱了。当天晚上，我在房间里按着老公打，老公蹲在地上，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，我根本不爱你这个母老虎。我当年瞎了眼娶你，我想娶的人是思思那样温柔的妻子。我的人生都到中年了，难道我想过自己想要的人生，不应该吗？这日子吃不饱穿不暖，难道我不能有一点爱情的追求吗？我被他感动了，我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。是啊，他也挺可怜的，家里吃的紧着孩子吃，穿的布料都买不到。哎，这么苦的日子，他还不能和他心爱的人相守，确实很可怜。我不恨他，真的，我同情他，可怜他，也有点羡慕他。我就没遇到一个我想和他生活在一起的人。我最爱的就是我的3个孩子了，真羡慕拥有爱的人。我说，好，我尊重你。你想离婚，我也同意。他震惊地抬头，离婚？开什么玩笑？我不离婚。我更震惊，你不是想和你的爱情在一起吗？他比我还疑惑，我们不是已经住在一起了吗？既然你要尊重我，那以后我的钱我自己支配，你不要再管我。我一巴掌把他扇飞，我去拿擀面杖打他，他跑了出去。我回房间睡觉。这个怂货，我高估他了。第二天，老公从对面屋出来，郑建国深深看了我一眼。我莫名其妙，这筒子楼里的泼妇又不止我一个。我们乡下人不会那些弯弯绕绕，能动手就不会避避。结果我上班的时候，郑建国找来了，他说要买瑕疵品，我带他去拿。结果现仓库没人，他直接开门见山，周静，我听洪兵说，他要把张思思养在家里，你打了他。我摇头，我没打他，我是教育他，纠正他不良的思想。他说，我已经帮你劝说他和你离婚了。我怒道，谁说我要离婚了？离婚？谁帮我养孩子？这离婚的名头，谁稀罕谁要？我是个传统的女人，我得依靠男人，我不能离婚。昨晚被老公短暂的痛苦迷惑了，我现在清醒得很。郑建国突然从怀里掏出一本存折给我看，我真的很生气。他家的存折给我看，是想看我眼红吗？现在的人心思怎么这么歹毒呢？看别人心里不舒服了，自己就舒坦了是吧？一群饿疯了的人。我还是忍不住探头看了1眼、2眼、3眼。你居然有6000块，你去哪里抢钱了？郑建国道，这些都是我存的，我将来有3儿1女，我得多存点钱养孩子。我一言难尽地看着他，真是魔怔了。他又说，我数了数，你家正好有3个儿子，1个女儿，我觉得他们就是我的孩子。我瞪大了眼睛，建国同志，要不你去看看脑子吧。真的，你听我说，你别觉得我疯了，我还觉得你们疯了呢。他给我分析，你们家吃也吃不好，穿也穿不好，2口子加起来工资没我高，
住的那么狭窄，就红兵也没我长得好看，文化也没我那么高，我还是工农兵大学生呢。凭啥他有家里养2个女人，4个孩子，而我还是一个呢？我瞪着他，他还委屈上了。他继续说，你也是，你守着一个心里没有你的男人，他孩子也不管，家务你吼了才会做，何苦呢？我就不一样了，我爷爷说了，我这辈子子孙满堂，都很有出息，还很孝顺我，我一定会好好教孩子，都把他们培养成大学生。最后3个字令我心动了，我只有小学学历呢。我也希望我的孩子是大学生，老公都只是高中生，还不求上进，他也不管孩子，现在只知道把家里的好东西扒拉给别人。虽说小长征也可怜，但也不能委屈自己的孩子啊。哪个傻瓜会对别人的孩子好，对自己的孩子差呢？这么看来，老公真的很不合格，而郑建国真的很合格。他不能生，又很想要孩子，孩子就应该去会珍惜他们的家庭里。我说，你准备娶我吗？他点头，当然，我也不能娶红兵啊，孩子不跟他。我有点不好意思，但还是道，长征不是我的孩子，我带不走他。没事，我看他妈也没心思照顾他，到时候他自己就来我们家了。我感觉他疯得不轻，而我居然在认真考虑他的提议，也疯得不轻。我说，齐红兵好像没有和我离婚的心思。我昨晚劝他追求自己的爱情，你再劝劝，他肯定会同意的。还有张思思，最主要的是，我命里有那么多孩子，肯定是他放弃的。郑建国押了1000块给我，让我离婚。万一他骗了我，我还能有个保障。老公居然真的魂不守舍。终于，他鼓起勇气对我说，周静，我们离婚吧。我不能再让思思等我了。我们年少错过了一次，是我此生最大的遗憾。我说，离婚，做你的梦吧。我就是死，都不会让你们如意的。你逼急我，我去你单位闹。老公开始给我开条件，条件一个一个加。同意孩子我全部带走，同意补偿我1000块钱，基本是他快3年的工资，而他需要提前预支一部分，再借一部分给我。离婚也是波折得很，单位领导劝，街道办劝，最后还是办成功了。和老公离婚后，我先带着孩子住在了单位的单人宿舍，这是单位特意为我这个离婚了的可怜女人开的后门。接下来，媒人粉墨登场，都是些二婚的，或者老头子，也有孩子的，就巴不得找个免费保姆回去伺候人。很快，郑建国的媒人也来了，我们很快相看，准备结婚。不到1个月，我又带着孩子搬回了筒子楼。我和郑建国正式成了夫妻。我们俩带着3个孩子，穿着崭新的衣裳，挨家挨户送喜糖。这年头，二婚都这样，有些头婚也这样，因为没人请得起酒席。第一家就是前夫家。我们敲门，老太婆开门，是休息日，前夫和张思思也在。他们俩已经领了结婚证了，不过他们俩名声很差，都在传他们赶走我这个原配才结婚的，是对狗男女来着。老太婆很震惊，前夫和张思思也很震惊。建国，你的二婚对象是周静？郑建国喜气洋洋点头，是的。孩子们，快来，给你们大爸问好，还有你们的小妈。前夫和张思思脸都绿了。郑建国拉过3个孩子炫耀，瞧瞧，我的2个儿子和1个闺女，我就差1个儿子，就应验我爷爷的话了。其实是算命的说的，但现在破除封建迷信，所以郑建国就说是他爷爷说的。前夫怒道，
这是我的孩子。郑建国依旧乐呵呵，也是我的孩子。孩子们，叫我。3个孩子异口同声，爸爸。从没人帮我们牵线开始，郑建国经常来看孩子，不是带大白兔奶糖，就是带一盒红烧肉，或者带他们去国营饭店吃饭，还给带了布来，让我给我们几个做新衣服。而前夫一次也没来看过孩子，这对比太明显了。郑建国高兴得差点疯了，他扒拉开前夫，探头往里看去，问小长征呢？话说完，就看到长征吃力地拖着一个桶过来，里面装满了大人的湿衣服，一看就是我小长征洗的。他提不动，所以是拖过来的。我们都震惊了，因为小长征今年才5岁，不过5岁确实能干活了。小长征沉默寡言地把衣服晾起来，然后抬了根小板凳放炉子旁边，开始点炉子，准备做饭的样子。大宝问小长征：小长征，你干嘛呢？小长征：家里没热水喝了，我烧点水。前夫和张思思他们一脸理所当然的样子。前夫对我们结婚的事有些不满意，但他也没办法，酸了几句我们过不好的话就回屋了。接下来我们去其他人家送糖，也知道了前夫一家现在的情况。我和前夫离婚，带着把孩子搬走后，张思思很快和前夫结婚，然后家里就张思思接手。但张思思也是个想要享福的，之前老太婆也干活，张思思进门后，老太婆摆谱，不愿意干活了，于是两人就开始推诿谩骂争吵，谁都不愿意干，就小长征干。小长征就洗衣做饭，打扫卫生，比旧社会的下人还不如。前夫预支了工资，又借了钱财和我离婚成功。他现在每个月只有10块钱的工资收入，要养活一家4个人，想也知道有多难。至于离婚的时候，我们之前存的钱都归我用来养孩子，他给我的1000是对我个人的补偿，这是2回事。家里分饭的是老太婆，小长征又不是他亲孙子，他才不心疼，给小长征很少的食物。张思思作为亲妈都不在乎，前夫和老太婆就更不在乎了，真是可怜啊。发完了喜糖，我们回家做饭，就看到楼道里小长征踮着脚做饭，屋门关得紧紧的，不知道另外3个大人是不是死了。小长征做饭还挺熟练的，不过他做的也是黑面馍馍，还有煮红薯。因为刚结婚，郑建国买了肉回来，中午我们包饺子吃，猪肉白菜味儿的饺子，包的时候3个宝稀溜着口水，盯着我们和馅儿包饺子。等到了煮饺子时，更是在旁边眼巴巴看着。这年头缺吃的，孩子馋，大人也馋。我们煮饺子，左邻右舍都在走廊做饭，都能看到闻到。对门老太婆开门出来，对郑建国道：小郑啊，过日子可不能一顿就吃完了，还是得省着点，饺子都是过年才吃的，咋能一下子造了呢？说完想阴阳我，但莫敢。小长征使劲吸溜着空气里的味道。一大盆饺子煮好了，我们立刻端进屋里去。老太婆眼巴巴看着，对大宝道：大宝，一会儿饺子给奶奶尝尝味儿，行不？大宝撅嘴：奶奶把我们赶出家门，我不给奶奶吃。说完立刻跑进屋里。之前我生娃，坐月子要老太婆带娃，她带他们就不尽心，明明有米面，她也只做馍馍，就是为了省事。衣服也不洗，澡也不给洗，孩子脏得很。这些大宝有记忆。老太婆气得大骂大宝不孝顺，又指着长征骂，说他吃白饭，把他孙子都赶走了，又说自己命苦。我们把门一关，继续吃饭。
日子照样过着。3个孩子上班就送幼稚园和托儿所，下班了就去接。本以为离婚，没了老太婆搭把手，我会更辛苦。但没想到，郑建国压抑了多年的父爱直接爆棚。他下班后，勤快得像个大陀螺，扫地、擦洗、做饭，一气呵成。为了给3个孩子补营养，休息日他早早骑车去乡下，偷偷买鸡蛋或者母鸡、大米、白面。家里天天不是米饭就是白面馒头、包子，3两天能有肉吃，每天还能有点糖果舔舔嘴儿。3个孩子已经彻底叫他爸爸，叫得比谁都亲。他还给大宝辅导作业。他天天对着3个宝说，你们一定要考上大学，你们曾爷爷说了，你们都是大学生，将来有大出息。3个孩子被他洗脑成功，个个坚信自己是大学生，逢人就说将来要上大学。老太婆叫他们把糖给自己吃，他们摇头，说自己学习辛苦，要补。前夫气死了，他找到我，周静，你是不是早就和郑建国勾搭上了？3个孩子是不是我的种？你给我戴绿帽子，我要去举报你们。打了他一顿不够，又叫我几个哥哥套麻袋打了他一毒，我才解气。鼻青脸肿的前夫清醒了，看到几个孩子，只能色厉内荏，我才是你们爸爸，小兔崽子们。3宝叉腰大骂，你个老兔崽子，敢骂我这个大学生？然后他尖叫，爸爸，有人欺负我。郑建国拿着擀面杖从屋里冲出来，谁敢欺负我宝贝闺女？3人对峙，一时无法分清到底谁才是3宝的亲爸。前夫很快从郁闷中走出来，因为张思思怀孕了。2人喜气洋洋，都像螃蟹一样走路。小长征彻底爹不亲娘不爱，经常能听到对门打骂他的声音。他更瘦了，瘦的骨头都看得到。张思思跟疯了一样，有时候大晚上大冬天的还能把小长征赶出屋子，让他罚站。一天晚上，大宝要拉臭臭，只能去公厕，郑建国带他去，2人回来，郑建国就带回了小长征。郑建国喜气洋洋，我的第3个儿子。小长征浑身冰冷，木愣愣地看着我们，没啥反应。我赶紧把他带到炉子边烤火，给他搓手搓脚。那手脚脏的，我顿时后悔给他搓了。郑建国去冲了4碗麦乳精出来，每个孩子1碗。小长征小心翼翼端着，又小心打量我们的神色，可怜的让人忍不住落泪。郑建国把炉子里的开水用凉水兑了。我们俩开始给小长征洗澡。小长征和大宝差不多大，但比大宝瘦了很多，还矮了半个头。穿大宝原来的衣服也合适。小长征焕然一新，又煮了碗面条给他吃，吃完他就睡了。睡着了也皱着眉头。郑建国开始思索，怎样才能把小长征养在我们家。因为第2天小长征就被要了回去，还被张思思抽了一毒，说他吃里扒外。人家的孩子当然没啥好办法，但郑建国已经把小长征当成自己的第3个儿子。他总是偷偷把小长征拉屋里，给他塞好吃的，还对他说，长征，你的亲爸爸是我，爸爸总有一天会把你救出来的，以后你还要考大学，你要坚持住，知道吗？小长征从最开始的麻木，到现在至少能笑一下，然后坚定地点头答应。张思思怀孕5个月的时候，突然从楼梯上摔了下去，当场就大出血流产了。她说有人推她，但那时是上班上学的时间，家属楼没啥人，只有一些老头老太，张思思也不知道是谁。她攀咬谁，对方也不是吃素的，当场就能和她拼命，公安也查不出凶手，最后不了了之。时间过得飞快。
张思思和前夫一心想要生一个属于他们俩的孩子。我生的3个孩子和前夫、老太婆都不亲。要是前夫让他们叫爸爸，3个孩子还顶嘴，说他们爸爸叫郑建国，把前夫和老太婆气得够呛。3个孩子是真的搞混了，因为郑建国整天说他是他们亲爸，如果可能，他甚至想说自己是亲妈，我都要被他比下去了，太可怕了。没过多久，张思思就找到郑建国，问他要不要把小长征过继给他当儿子。我震惊问，他怎么愿意把小长征给你的？郑建国道，他本来就不喜欢小长征，大家都看得出来。他又想生自己的孩子，我就找了个人，偷偷告诉他小长征没有兄弟姐妹的命，他跟着谁，家里就不能有其他孩子。之前小长征在你前夫那里，你就带着孩子走了，后来他又流产，他就信了。我对他竖起了大拇指。小长征果然被过继给了郑建国，还让街道办的人过来做了见证，又去把小长征的户口迁了。小长征还是第一个跟着郑建国姓的人。想到郑建国这么有钱，我也想把3个孩子的姓改了，跟着他姓。但前夫肯定不会答应，只能作罢。现在家里真的有了4个孩子。郑建国每天像打了胜仗的公鸡，经常带着4个孩子出去，声势浩大，逢人就让人看他3个儿子1个闺女。时间眨眼来到了1977年，恢复高考的时间到来了。张思思和前夫还是没有怀上孩子，两人天天盯着我们家，尤其是看着4个孩子的眼神冒着绿光。老太婆也绝，天天指桑骂槐，说没见过离婚女人把孩子全带走了的，说前夫将来没人养老。我们最怕什么？最怕孩子不孝顺，最怕没人养老啊！前夫慌得不行，经常买糖来讨好3个孩子。张思思拼命想生孩子，吃各种恶心人的玩意儿，还吃过癞蛤蟆，说这样能怀孕。前夫最怕没人养老，郑建国最怕到手的孩子飞走了，他很怕前夫和张思思找来要走孩子。不管是从情理还是法律，他这个和孩子没有丝毫血缘关系的爸爸，怎么争得过孩子亲爸亲妈？就算有我这个亲妈在，可能也会被要走1、2个孩子。这让坚信自己会有3儿1女的郑建国愁得白了头。但高考的消息一出，郑建国立刻找到了出路。他开始拼命学习，还拉着我一起学习，甚至花了300块，请了个很厉害的老师来家里给我们俩补课。我们俩带着孩子回了乡下我娘家暂时住着，给我娘家1个月交30块伙食费。他是拼命想带着孩子离开这里，免得被前夫和张思思把孩子要走。我们俩都在单位请假了，然后一起学习。我本来之前是小学文凭，但来了城里，也去拿钱走关系，考了初中文凭和高中文凭。经过每天只睡3、4个小时的艰苦努力，以及老师填鸭式的教学，我们俩成功考上了大学。虽然是名不见经传的大学，但在北京，离这里很远。没有介绍信，前夫和张思思找不到我们。我们俩考上大学没有声张，卖工作也是走的前一天卖的。我们俩带着孩子踏上了去北京的火车。郑建国依然逢人就说他的4个孩子，所有人都以为他的有4个亲生的孩子，包括4个孩子自己。至于前夫和张思思，他们已经彻底远离我们了。番外，李爱国重生。李爱国是被张思思和齐红兵联手推进湖里的。他发现了他们俩在山上偷情，两人抱在一起亲，还要脱衣服。李爱国血气上涌，就冲上去和齐红兵打了起来。他力气大，但他没了一条腿。最后他被张思思撞到了湖里。
他们俩看着他挣扎，没救他。张思思怨毒的眼神，他至今还记得。或许是他的怨气很重，又或者他牵挂儿子小长征，他的魂魄跟着他的儿子了。他看着小长征被张思思他们打，张思思对他的恨都发泄到了小长征身上。他们的夫妻关系确实不好，他不喜欢张思思。他随军后在大院得罪人，他就让他回老家。他非要带着儿子走，他就同意了。没想到他对自己亲儿子也是非打即骂。小长征没饭吃，没衣服穿，可怜兮兮躲在冰冷的被子里默默流眼泪，羡慕地看着对门的3个孩子被父母疼爱，穿得干净正经，吃得白胖可爱。李爱国恨不能亲手撕了张思思和齐红兵。他转业的单位给张思思的工作也被他妈弄走了，因为他大哥猜到了他的死有问题，去炸了张思思。张思思做贼心虚，只能把工作拿出来堵他家人的嘴。李爱国觉得很悲凉，他辛苦了一辈子，没参军前在家里像个老黄牛干活，参军后他把津贴都寄给爸妈，结婚后津贴都给了爸妈和张思思。他没有什么私心，他虽然不喜欢张思思，但她是自己妻子，也是儿子的妈妈，至少应该会照顾好儿子。结果他一死，他的爸妈惦记着单位的补偿，丝毫不关心他的死，也不关心他的儿子。张思思迫不及待去了奸夫家里，尽管周静还没离婚，连他的儿子他们都不会出于愧疚心里好好对待。他看着小长征神色冷漠地推了张思思下楼，然后嘴角挂着一个微笑。他心痛难忍，他希望小长征像周静的大宝一样懵懂天真，而不是被迫长大，心里充满了仇恨。可是他是一个没有实体的魂魄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好在儿子遇到了周静和郑建国，这2个脑子有点不正常的人，把4个孩子养得很好，白白嫩嫩，乖巧懂事，还学习刻苦，一心想考大学。他看着他们上了火车，在北京学习，安顿下来，孩子也找了学校上学。为了赚钱，2人趁着学校放假，也开始摆小摊生意，发现很赚钱。2人毕业后，周静进了单位，郑建国做起了生意，2人赚了很多钱，孩子们生活得很好，他看着很放心。至于齐红兵和张思思那里，他们日子过得清苦。张思思怀不上孩子，2个人互相埋怨。齐红兵又被下岗，张思思为了过好日子，跟一个有老婆的老男人偷情，被齐红兵发现，他正喝了酒，拿了菜刀把2人砍死了。等他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时，已经为时已晚。齐红兵被枪毙了，仇人已死，小长征也过得很好，他的魂魄似乎觉得可以安息了。李爱国重生在回家探亲这一年，他先是把齐红兵打晕了，脱光放粮仓里，又把张思思打晕了，脱光放进去，最后去举报他们俩搞破鞋。2人被批斗下农场，住牛棚，一张脸很快比树皮还老。2人更是反目成仇，互相埋怨。他去了周家提亲，娶了周静。周家欢天喜地的同意结亲，周静也很高兴，她就想嫁得好，最好找个有稳定收入的男人。李爱国很符合她的要求，甚至条件非常好。他们俩婚后非常恩爱幸福。周静是个聪明女人，只要没有损害她的实际利益，她都不会翻脸。李爱国避开了前世断腿的坑，后来顺利转业回了老家。他们生了3个儿子1个女儿。李爱国看着可爱白嫩的孩子们，有时候会想起他的小长征，他心里微微难过。
一天，他和周静带着孩子去供销社买东西，碰到了郑建国。郑建国正牵着一个男孩的手，他说：“你说你另外几个朋友在哪里？你们可以一起来给叔叔当儿子女儿，叔叔这辈子会有3儿1女，还都是大学生。”那男孩回头，李爱国愣在原地，那赫然就是小长征的脸。今天的时光书房之旅到这里就暂告一段落了。下一期我们会带着新的时光之书与你相遇，可能是关于老上海的弄堂故事，也可能是藏在经典名著里的岁月细节。记得常回来看看，时光书房永远在这里，陪你在文字里与时光温柔相拥。咱们下期见。